菜。换挡。对，那个换挡有点模拟换挡。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兵，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终于一年后了，今天 Iris Active， 那去年在推出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在做了一个 full walk around video， 所以在这个影片的话呢，我就应该不介绍这辆车太多。你们如果想看的话呢，它的内饰或者外饰呢，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这辆车 Iris Active 刚刚5月份提车了，大概3个月的宝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做一个试驾，包括0到100的测试，把它开到云顶山脚去。那本期视频呢，非常感谢车主 John 你好，嗨，非常感谢你接触这辆车，让我们观众看一下 Iris Active。Iris 其实我拍了很多辆哈，你都有看过啦，拍过旧的1.3美诺啦，有1.6的 CVT 啦，对 Iris 都是蛮熟悉的。但是哈，这一辆有一点不一样，16寸，大家也比较贵一点。我觉得这个 rim 是很好看的啦。我们大概去 walk around 一下，然后我们就上车试驾 ，OK，Let's go。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的，好吧 ？OK 了，话不多说 ，Iris Active，Let's go。其实 John 那时候要买红色的，个人觉得这一个 Iris Active 呢，红色是蛮好看一下的，没有货要等很久啦，所以 John 就买了橙色。那其实橙色也是很 sharp 很好看。Iris Active 呢，最特别是在于这一个 plastic 啦，我上个影片都有讲过啦，这比较耐肮脏一点啦，所以这个是全新的16寸轮圈，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觉得非常好看的。Goodyear Triple Max 2的轮胎，185/55/16前后都是一样的尺寸，这里有一个刹车卡钳。Singapore 外形看起来非常运动化，是因为这个赛米勒哈，他们是从这个皮勒这样子出来一个 L 型的，所以只要这样子设计的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的运动化，非常的好看。然后 Iris Active 呢就有这个 plastic 的装饰板啊，应该是用不到的啦。后面这里也是一样16寸啊，还有一个 drum brake 在后面哈。在我以前 Persona 或者 Iris 的影片都有讲过，其实 Iris 跟 Persona 的操控性完全都是两回事儿。Persona 偏于舒适啊 ，Iris 呢就偏于运动化啊。如果你喜欢经常玩山路的朋友们呢，Iris 其实是很不错的。后尾箱，还有一个备胎在后面。你看开门关门都是非常的 solid 啊，最主要就是红色的安全带哈，这外面改不便宜，100多200块这样子啦。这是它的钥匙，它有无钥匙启动，还有无钥匙进入的。只要我锁门，它的赛米勒就会自动上锁。然后我的手只要靠近的话是没有它先设，你是要按这个按钮啊。证明这辆车很新，看到吧？这 aluminium pedal 只有在 Iris Active 才有啊，连这个纸都不舍得试。但是没关系的，也不影响到踩踏。这里打开引擎盖。Push start 这一代的 Iris Active 呢，就主要是加了这个中控的中央扶手，有3个置杯架比较小的，还有就是它多了一个 Sport， 还有一个 Eco Mode。Alright， 对，帅嘛！这个仪表就多了红色圈啊，因为是 Iris Active， 所以就有红色圈、红色的条纹等等的啊，都是红色啊。这里有自动头灯，但是我们先打开远光灯。响4声吧，只要我的钥匙不在车内的话呢，它就会响出这种声音啊。这主头灯真的很帅哈 ，LED 看起来比较神啊。还是一样的哈，这一副引擎是一个1.6公升自然进气4缸引擎，能够产生107匹马力，还有150牛顿米。以前 Iris 跟 Persona 影片都有讲过啦，如果你是1.6公升有150牛顿米的话，其实相当大的哈。配搭着Pan CVT 无段变速箱 VD2 Plus 原装车没有改过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哈很帅哈，它其实有自带 DRL 日行灯，但是我现在开灯了，所以就没有看到啦。你们觉得这辆车好看吗？你们觉得好看的话呢，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哦。我个人认为这个 Iris Active 其实看久了我觉得是很好看的，尤其是如果买的白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真的是配啊，因为它是黑白配这样子嘛哈。好吧，那话不多说了，我们上车试驾 ，Let's go。关灯 ，off， 像安全带，红色的哈，对 ，Sport 加10匹马力。
外面改不便宜啊。如果要切换这个仪表的显示的话，就按这个 info， 看一下油耗哦。这是车主的平均油耗7.5 litre per 100 km。如果换算成这样的话呢，是13.3333 km per litre。你是经常加 highway 吗 ，John？一般价位，一般加LDB 有时候塞车。据说 Proton 都是快乐表啦。OK， 我们去试驾咯。那换 CVT 呢，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哈，你必须要把那个油门，应该是说它的刹车松开了之后啊，然后你再等到它的那个 clutch 结合，然后你再来踩油，这样子就驾驶的比较顺一点哈。要不然很多人在投诉啊，哇，那个换 CVT 不好驾。每次哦就会 chop 啊，会让你有那个顿挫感啊，这样子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就好像今天你驾着 manual 啊，或者是 AMT gearbox 啊，你也是要等它那个 clutch 结合的，所以要给你们知道一下，换 CVT 其实是有 clutch 的 base CVT， 它不像其他我们在一般上的厂商啊都是用 torque converter 的。给我觉得来讲啦，有 clutch 的 CVT 呢，会动力没有流失这么多，只是在起步那一刹那你真的是要迁就一下而已啦，就这样子。方向盘还是很轻盈的，我觉得女人驾很方便啊。但是给我们男人来讲呢，会比较喜欢重一点点哈。当然这个轻哈，它没有 X70那个轻 ，X70真的是啊，我一只手指摆动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有一点重哈。X70那个它有的选择两个模式啦，最轻的那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会怕，没有什么太大安全感哈。OK， 来 John， 为什么你选择这个 IRIS-FT 作为你的代驾这样子？你在买这个车之前，你有没有做任何的比较啊，还是什么其他厂商的车吗？这样子？有每一个厂商我都有去做比较啊，像 Toyota 的 Yaris、Peugeot 的 Myvi 跟 Honda 的 City Hatchback。不过 Honda 的 City Hatchback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而且又比较贵，所以我就没有去考虑了。Peugeot Myvi 呢，是因为它的操控性不如 Iris 来的好，加上它的1.5跟1.6，我就选择动力1.6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对那些主动式安全系统没有特别的在意啦，所以我就选择 Iris。Yaris 的话呢，是它的动力数据是比较普的，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想要去考虑它的。除了操控方面的话呢，这个 Iris 的底盘和的设计，还有它的刚性哈，讲真的，你会开起来也觉得比 Myvi 好太多。我们不是说 Myvi 不好 ，Myvi 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到在高速上面哦，很多 Myvi 都是驾很快的，真的。不是代表他的车很有力很快，是代表他车主真的很厉害。但是还有一个是Myvi 的座位不太适合我这种高度啊，因为它驾久，好像我驾 highway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驾的比较久，会比较不是很舒服。所以它的包覆性没有那么。这样也是的，因为其实 Iris 的座椅啊，你的腰部支撑的话，还有这个背部支撑，我觉得都很好。当然座椅的话，大家都是发泡棉都差不多啦，没有讲没有讲一个方面太软，一个方面太硬不会啦哈。OK，LDP 的 corner 稍微大一点，90不用踩刹车的直接过这个就是 Iris 给到你的一个信息。那其实 Iris 如果你比起 Myvi， 我相信 Myvi 应该省油很多，因为其实 Iris 的转速跟 Persona 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它调得这么高。就你看我行驶着大概2300转的时候一般上的车都是在100或者110嘛，它还在90，所以表示着我行驶100的话是2500转，所以在高速的时候呢，这个转速会偏高。以前的 Iris 刚刚出的时候它转速很低的嘞，120的时候好像2000转而已嘞，可能是因为厂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力去推动这辆车所以他就把转速稍微提高一点这样子你们觉得很安静一下胎噪没有太大，可能是因为是 Triple Max 的关系风扇来讲会比 Myvi 安静，是真的，真的会比 Myvi 安静，真的。除了你踩大油那一刹那 ，CVT 就会发出噪音，这很正常那你的这个平均油耗来讲你打满一桶油大概需要多少钱这样子？一桶油大概需要70多块，因为它是40升的。Run 95Run 95对。可以行驶一般上多少公里这样子？差不多是350公里也可以有破300的话，对我来讲都很 OK。我想问一下车主的心得啦，这个 Eco Mode 按下去，你这样子普通驾驶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省油还是怎样嘛？你觉得如果用 Normal 还是 Eco 哪一个会比较省油？因为我没什么用 Eco， 之前也用过 Eco， 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啦，它那个动力会比较慢。
慢慢上来，所以我就用 normal 的。无可否认，它的这个动力啊，真的是给到你很充足一下的。那你买到这辆车上来，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子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 ECU 出问题，就那时候转弯，然后它的 traction control 一介入过后呢，它那个 ECU handbrake 那些灯它就有出来了，所以过后我就拿去 service center， 拿去 reset 这个 ECU。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转向太多，可能突然间转太多，过后就没有事了。后座有一点点小声音啊，如果说是过那些不平的路，杂音啊，一点点的杂音。那这个 Eco Mode 呢，只要我切到 S 的话，它就会解除。在 Sport Mode 的时候，你就是不能用 Eco Mode 啊。OK， 踩一个58%油门。据说这个 Sport 好像你踩大油，它会换挡的感觉啦。但是现在因为我没有把它全油门，嘿嘿有力了。我再踩一个58%，你看4000转，所以不能怪驾 Iris 或者是 Persona 的人。他们踩一个大概维持在3000转这样子，他们其实加速很快的。我真的是我亲眼看见，我的朋友在我前面，还有我自己本身也驾过 Persona 或者 Iris 的这个心得来的。你只要轻轻踩，你只要维持到一个3000到4000转左右哦，那个提速真的是很快的。哎 ，ESC 这样容易切入的，我刚刚只是稍微一个弯，它就切入了哦。对，它很容易切入，它有稍微比较容易切入一点。哎，换上了16寸之后，真的有这样敏感吗？皮皮不只是一个人，他是宇宙中的你。人生多难题，去看 IG Arctic Chinese Me， 看麦翻转体艺。如果你要另一半从头到脚爸爸。这辆车的悬吊哦，你会很明显感觉到跟Persona真的很大分别。Persona是软的。它滤震的是偏舒服啊，就是哦这样子 ，Iris 会比较 firm 一点的，感觉要年轻人哇，冲啊冲啊这样子。拍照的话会比这个15寸来的大，这是正常啦，因为你的 rim 大了嘛。但是不知道加速方面会不会比15寸慢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0到100测试，看一下1.6公升要推动一个16寸的轮圈到底是怎么样啊？不松油门的情况下，也不踩刹车，我们直接过。再看那个 ESC 会不会再亮出来，这样子又不会哦。还有一点我发现到的是，它的这个方向盘会敏感了一点，比起15寸，我稍微在高速上面摆动一点点哦，这样子就会偏那边去，所以敏感了，真的敏感了。为了让乘客舒服，你就不能随便摆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所以你要很小心的、慢慢的把这个方向盘，看它这个 corner 啊，我慢慢的摆，啊，你会做的比较舒服一点。舒服哦，这刹车。当然头段的话会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一点点啊。你踩还是要深一点，但是你一踩下去的话，它会给你很大信心，至少踩得动。它前面半部是空的。驾了这么多车之后哦，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有风的车。太过舒服的车呢，是真的是要给那种 D segment 或者是 E segment 的车，我觉得才需要啦。所以比较适合我们这种 Iris Active， 然后年轻人就是要跳一点。OK， 我们 try 一下 Sport Mode。真的有拉高转啊，帮助到你出入口的时候用 Sport 的话呢，会比较反应快，因为它一直拉着那个转，它不会把那个 RPM 跌下来哈。只要它的 clutch 不要放开的情况下，现在它的 clutch 是放开啊，我放开那个刹车，等到走动你才来踩啊，放踩，换挡。有点模拟换挡。有力，真的有力。哇，那个加速真的是不用太高转的嘞，哇，4000转。哎，前面不到。他们没有看镜子，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看它多久会看到我在后面，因为你的车其实颜色很亮，对，这亮色是很好哦，人家才会注意到车。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哦，所以也是一个安全哦，人家看到你再来了，但是前面是不看镜子就没办法啦。
我们来做个实验，看他多久会看到我啊？暂时是还蛮稳定一下的啊！你看，终于看到了，他走 line 哦。现在那个 ESC 又不会介入哦，刚刚会介入，奇怪。我觉得在卡拉上面真的是用 S 比较好飞一点，不然它立马那个油耗啊飙到8 liter per 100 km。可是我有做一些记录啦，就是我用手机记录，它这个只是快乐表，真正来说我是平均是9 liter 多9.1这样。哎，我的朋友啊，哎，我的朋友哦，那个 CD， 去那 CD 是吗？哎，旁边左边。OK， 我们来中段加速一下，现在是爬的山坡哦。你有上过云顶吗？这样子？没有，还没有上过。哦，又是给我开包了一次了，哦你咯。喂，是啊。阿弟，哎，kawan mana pergi吗？kawan， 不要欺负我嘞，我只是1.6吧。哎，他1.5哎。这个我改过的是 Air Filter 罢了。哦，你有改过 Air Filter？换过 Air Filter。那你换过这个 Air Filter 之后，你有什么感想？提速比较顺一点啊，其实也没有差很多，所以它反应比较快一点。开始。100亿过这个弯，侧倾没有 MyV 大，还是蛮稳定一下。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其实这辆车它会给你一个很大信心，在于它的车身动态，还有它的车身稳定啊，所以它会给你哦，我是可以再去的，我是可以再去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信心在过弯的时候 ？Iris 啊，真的是不让人失望哈。Proton 的 Ride Handling 不是开玩笑的。它现在它的 ESC 又不进哦，刚刚又进哦，奇怪啊。刚刚他可能觉得路滑吧。好了，我们现在就要到山脚了哈。老粉丝们呢哈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了，就是会把 iRace Active 呢给开上山，看看它的这个16寸呢有没有帮助到它的这个过弯啊，还是怎样。所以说话我觉得它驾起来呢，方向盘会比较敏感了一点哦，车身动态呢会比较翘了一点点。操控性上面我们再看啊，反正 iRace 你就知道了，我都不用讲了，驾过人啊，你们就明白了。谢谢 John。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哈，所以关的时候要转到弯不了噻，就是不用转到弯，可以直接关了，直接engine 关了，engine 直接关，也是对，也是对。喂，你看那个门哈，新车要关大力一点，但是你看啊，它关门的声音跟MyV 不一样去哦。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影片冲上云霄再见，Goodbye。